嗨，大家好，我们是你的灵魂好伙伴，我是你的蓝色伙伴，我是 John。我是你的橘色伙伴，我是永杰。今天要来讲母大陆。对，在历经3天的山上之旅之后回来，我们做了一下收讯，原本是要和大家讲母大陆、亚特兰提斯和阿努纳奇这一段历史，就是地球到底经历了什么。但是我们发现的资讯量太庞大了，所以我们先从母大陆开始讲起。那会开始讲母大陆，也跟这个2025年有很大的关系。在最后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讲解。最近有太多的这个灾难预言，那我想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前后的原因，也希望大家可以让担忧消失。那如果你有担忧，请把担忧转化成祝福跟爱，这都可以帮助整个地球。好，那我们就开始吧。开始。好。母大陆呢，它其实是一个真正存在的一块大陆。那虽然说它是大陆，但是在收讯的途中可以理解它比较像是它的旁边，沿着它的地方有一些海岛型的岛屿，所以它跟整个菲律宾板块一整个大板块是有高度的这个融合。那它连接的是日本、台湾、菲律宾，还有这个澳洲，我们全部都是相关联的。对。那母大陆虽然说它是大陆，但连接台湾、菲律宾跟澳洲，使它有一些比较长的河流。那这个河流帮助人可以出入，所以是一个很好的途径，让能量可以流动。所以你可以想象，它是与我们高度契合的，与台湾这块土地高度契合。菲律宾海板块，它是在这一块板块的上面吗？对，它就是在这块板块上面。它就在板块上。对。哦，那所以这块板块以前是一块陆地吗？还是说它生活在海里面这样？它没有生活在海里面，它是一个隆起的一块土地。哦，对，它不是，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亚特兰蒂斯是海底文明，那是不是说母大陆也是一个海底文明？它其实是真实隆起的一块地，然后但是他们的人可以算是两栖动物。哦，对，就是其实物质对他们来讲是完全没有任何束缚的。所以他们可以自由的移动。那虽然说母大陆，那我收讯的时候，他是说他们在澳洲的这个西北方。那我看了一下地图，对，它就是完全跟这个菲律宾板块高度契合。可以理解为菲律宾海板块就是它原本的这块土地所在地。是。好。那连接母大陆的时候，它很快速的让我看了英文 MU 这个母就是他们称自己为母。那为什么称自己为母，也称这块他们降落的土地为母大陆，是因为他们说他们来自母星。母星是一个妈妈的母，那个母亲的母，母星。那我很想要了解母星真实的地理位置，但很遗憾的，我3维的脑袋没有办法真正的理解。那他们还是有回应我，他们说距离地球16亿光年，所以是一个天文数字。那当然远远超越了银河系，它在宇宙的一个深处。那我很好奇为何他们可以跟地球共振，因为以这个地理位置来说，我们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关系。对，怎么找到地球？好，他们说他们针对我的问题回应了2句话：一，我们瞬间移动；二，我们在7维。那当然听到说我们在7维之后呢，我很好奇，那所以为何7维跟3维世界是相关联的？那他们就用我可以理解的言语回答我关于维度的这个尚未有人提及到的一件事情。我会试着把图尽可能的画下来。那我相信这个是前所未有的一个说法。但对我在收讯的时候，他很明白清楚的告诉我，他说维度其实就是跟这个螺旋很像的，它可以被你理解为螺旋状。那我之前在讲仙女星的时候有讲过，他们的基地是以维度为主的，虽然有一个 base 有一个基地，但是是在这之上下的所有维度都可以使用。那我当初说的是一根能量，那围绕着它的这一些称为它的时空，它的维度可以使用的空间跟时间时空。这边的话他们也是用这样的图让我理解，那但是变得更复杂。维度
就是你可以想象是1维，然后沿着它的接下来是2维嘛，但是向前是3，再来是4，所以1维如果从表面看的话，它真正对齐的是3维，那再对齐它的是5维。我会把图放在这边，让大家可以跟上我。所以1、3、5、7、9这个基数，它们可以发出同样共振频率。那同样共振频率帮助它们可以直接来到地球，不需要做任何的变化。所以也可以理解为，能生活在3维土地上的高等文明，如果用他们的肉身直接来到地球，必须要是奇数维度。如果是偶数的话，就是他们是一个平衡的存在。那地球，他跟我说3维是一个阴性能量，所以地球我们称地球为母亲。那之前也有在影片说到，月亮是9维，有没有人记得？那太阳是8维，8是个偶数，它是一个阳性能量。那月亮是9维，它是一个阴性能量。我在这边补充说明一下，地球在第3维度，那我们长期高度依赖的太阳是在8维，也就是因为地球的阴性能量需要8维的阳性能量去做平衡。那我们常常说的月亮在9维，所以它可以高度的跟我们契合。很多人都会觉得月亮越圆的时候身体不舒服，也就是因为它会让我们的感受情绪放大。所以在奇数的这些维度是阴性能量。那母大陆在7维，母大陆的这个母也是因为这颗星球是阴性能量，这边完全的也对上了。那阴性能量是直接跟我们契合的，它是可以直接来到这边的，所以月球人可以直接降落在地球。我以为奇数是阳性能量，偶数才是没有，阴性奇数是阴性能量，偶数是阳性能量。那在这边也提到，我们的脉轮虽然说是7脉轮，但其实它是超越7个。我们身体里面有100-200个脉轮，那7是一个很好理解的数字，但其实它应该是8脉轮。对，在海底轮之下还有个地心轮。在这个地最接近我们的阴部的这个下半部，就是悬空的状态，跟顶轮一样是悬空的。地球之心。对，地球之心。那这个地心轮，它应该要被算作是1。对，那2才是海底轮嘛，所以2是阳性能量，3是性轮、脐轮阴性能量，4是太阳轮。你看4是偶数嘛，它是阳性能量，5是这个心轮，它是阴性能量，它是包容包含的能量，6是喉轮，它是阳性能量。对，思辨、权力还有这个话语都在阳性。7是这个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直觉，它是一个阴性能量，眉心轮。对，眉心轮。那再来是8才是我们的这个顶轮，它是又回到阳性能量，所以大家会觉得宇宙是阳性的，这个地是阴性的，宇宙父亲。接着我们回来讲母大陆。那母大陆的人呢，说他们在离我们16亿光年的一颗星上，那在7维度，它为何跟地球共振？是因为这个7维跟3维的关系，再加上他们高度的热爱地球上的生物，还有这个地球母亲，他们认为地球母亲是一个完美的存在，对，完美，高度与他们契合，因为他们对这个植物、动物、金矿，还有精灵啊，这个道，我们一般说的自然是非常崇尚的。这个崇尚已经超越了我们的理解，他们跟自然是这个共存的，并没有任何的差异，他们觉得自己就是自然的。那我说，请问你们跟我们的哪一个神明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理解更相似？他说就是道家，但他说道家还不及这个他们的思想跟哲学，因为道家可能大家会以为是一个道，那是表层的，当然道法自然已经很接近他们了，但他们说他们跟自然是没有你我的分别，完全的融入以及契入在这个自然的神性当中，是他们生活的一个准则，也是他们最爱的、最热爱的方式。他们认为跟自然达到平衡，就是身心最高平衡、最高频率。所以刚刚有提到，他们非常非常的会善用这些矿物跟这个精灵，就是所有的自然意识，他们完整的运用在生活当中。那我看见他们这么说的时候，整个画面都是七彩的，所以他们可以利用这个颜色跟光，自然的颜色跟光去孕育各式各样的生命以及能量，对他们来讲是自然发生的。他们已经懂得生命奥妙之处，然后是植物、动物、土地皆为生命，然后跟他们一起和平共处，对，而且是高度的和平共处，没有所谓的取用，他们永远都不认为取用是一个对的事情。
他们一直都在想办法给跟获得平衡当中，取得一个高度的平衡跟连接。那母大陆人呢，他们说来自母星嘛，他们告诉我，他们3万年前就已经在观察地球，就是距今3万年前。那他们一直都是有点像是怎么理解呢？悬浮的状态，一直在观察地球的这个变化。你说在外太空？对，那他们等待契机就是降落。那他们告诉我说，他们降落的是在这个12000年前，真正的降落在这个母大陆这块土地，那开始生根。那依我的理解是，这块大陆也是在12000年前，就是他们降落之后呢，很快速的就消失了。这个消失，很多的传说是说，因为可能滥用资源啊，或者是受到惩罚，我觉得是非常的不符合现实。然后说科技与心灵不平衡，对，这个是大家的这个传说，因为没有人可以理解为何这块大陆会消失。那我在这边透过他们的话语，重新叙述一次他们真正的理念跟他们所看见的。他们说呢，地球人在他们来之后，他们原本带着他们的意识，那是一个7维的意识，其实对3维的空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以及提升。所以他们降落就是为了让这个地可以提升，可以高度的与自然融合。当时的地球人是怎样的地球人？是现在的我们吗？当时还有一些不是，这个就是跟这个阿努纳奇有关。对，当时的我们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基本上是半神人的状态。是怎样状态？是我们也是一半，应该说我们也会使用心灵力吗？我们会使用心灵力，我们也可以比现在更会创造物质，但是我们不在这个更高的维度，我们也是在三维左右，3维4维。对，照理来讲应该一下子就要到4维了。那时候的人有这个能耐，可以从3维晋级到4维，应该是一个瞬间的事情。但中间就是发生了一些事情，那没有办法让我们在那时候，在12000年前，应该照理来讲就应该要成功了。先感谢阿努纳奇，谢谢。这个之后再会讲到。那我们回来这边，要不然会离太遥远。母星人在12000年前就降落在母大陆这个地方，那开始要帮助我们用他们的高维意识，让我们理解，如果高度的平衡与这块土地高度的平衡，我们将会来到一个很美好的地方。心灵的成长跟科技的成长会是并存的，那也可以帮助我们从3维一下子跳4、跳5维，这是他们的想法。所以他们降落在这块土地，开始要散播帮助我们。那他们说的有几个名词，我这边有记录下来。他说，我帮助地球人开垦建设、土地优化、平息战争。那开垦的时候，他有特地给我看了种植跟这个很多的科技技术，基本上那些技术是远超现在的技术。对，这些东西他们还跟另外一群人一起共同的开发。那在收讯的时候，他说是蚂蚁人，但这个蚂蚁人其实不是他们真正的名字，但他们长得真的很像蚂蚁，所以依我们地球人看来，就很像蚂蚁这个生物的这个头型。那蚂蚁人他们也有出现在一些壁画当中，有在印第安人的壁画，有在这个苏美文明的壁画，是跟这个母星人一起来的。那他们是另外一种品种的人，跟这个母星人长得不一样，但他们带着也是很高的意识降落这块土地，为了可以帮助人同心协力，他们带着这个同心协力的心教导人类。那在那个时候呢，其实很多文明都已经开始了，不过母大陆也在他们降落没多久之后呢就消失了。他们有回答我为何如此。很多人都会以为说是这个他们自己没有取得平衡，他们自己消失在这块大陆上，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他们受到了惩罚，他们自己不小心炸毁自己，科技灵性不平衡。没有，他们在高度的平衡。为何他们想要让这块大陆直接消失？是因为他们看见，如果他们不摧毁这块土地，他们留下来的所有科技将会被人盗取。那个人是指原本就在地球的3维的人，半神的人。对，但这些人自己正经历尚未平衡的状态，所以一下子给他们太高的科技跟这些帮助，没有办法真正的让他们获得平衡。那
母大陆人，他们是来自七维，所以他们看得到接下来的发展，他们就毅然决然销毁这些所有的原本就存在在这块大陆上的他们的建设，因为这些建设是硬体的、实体的，是物质化的，但是他们正在使用，是因为他们的心灵跟物质取得了完美的平衡。那当时他们认为地球人还没有办法达到平衡，所以他们就直接把这里夷为平地。我懂为什么，就像有时候，当你的文化跟科技没有那么进步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随手就可以像神仙一样变出魔法的东西的存在，大家就会开始膜拜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看见他们自己的内在其实也是神的一部分，是就开始盲从的意思。那他们说，如果我们当时不这么做，很快夷为平地的不是这一块大陆，是整颗地球。对，所以我想他们的计划上有一些变化，原本以为他们可以带领地球人以他们的意识，以他们的存在去影响另外一个生命，但是没有像想象的这么的平顺，没有像想象的这么的快速，可以马上带领这一整块土地。他们说了一些形容当时候的人有的特质是不好的特质，我这边也念出他们说的话。他们说是怠惰的、有妄想心的以及嫉妒。他说这是3个最主要的原因，没有办法让神性可以契入到生活当中，所以他们真的就夷为平地。那夷为平地不代表他们不存在，因为对他们来讲，有物质没有物质其实都是可以的。对，他们可以以这个意识体存在。那他们就进入了一个观察期，他们还是一样，就是在各个不同的文化生根，但是没有这样子像以前这么高调，直接在大陆上。对，他们会用直觉式的带领大家。那你可以想象，也是跟刚刚一样，就飘在地球的半空中，这样去观察我们以及给我们帮助。那他们在4600年前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他们觉得说 OK 好像越来越导正了，越来越回到那个他们想要的这个方向，所以呢他们就高度的开始融入当时候的人的生活中。那个时候是什么时期呢？是古埃及的古王国时期。古王国时期就是所有的大型建设有的时期。那大家一直会觉得说，是不是这个外星人建造的？他们没有这么高的精密仪器，为何可以制造出这一些很厉害的建设？对，那姆大陆人他们没有邀功，他们就直接很轻描淡写的说，在4600年前我们介入了，就是这些建设。很轻描淡写的说，他们就觉得说是时候了，应该可以让大家唤醒这个内与外的平衡。所以在这个古王国时期，接下来我们也会做一集特别讲解有哪些建设，那是姆大陆人怎么样帮助他们。所以他们一直都以这个非物质的形态存留在地球上。非物质形态就是没有肉身的。对，那你可以想象说是我们的神灵。那在这里接下来要讲的话呢，是跟这个2025年相关的话。相关的有点像是预言跟解说。对啊，不是说2025年那个有一个动漫作家在他的漫画里面有预言2025看不见的未来，对，会发生一些事情，然后是指说在日本的南方，也就是在菲律宾海板块的正中央会出现所谓的大灾难。对，大灾难。然后他说他看到的画面是海底像爆发还是其他的地质作用的原因，它会隆起一块土地，然后可能会让日本与台湾连接起来，但这个不知道是在物质世界发生的，还是在一个能量状态发生的事情。好，那我这边要做一个解释，就是他看到的这个预言，完全就是为何姆大陆人会积极的想要跟我传讯。这个隆起的这块大地土地，完全就是姆大陆，那不是实质上的隆起，它是要唤醒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意识要结合在一起。为何我们的意识要结合在一起？在姆大陆这块大陆消失之后，他们的后裔带着他们的精神，也就是爱地、爱土地和自然平衡的这个精神，散播在日本、台湾、菲律宾、澳洲、夏威夷、纽西兰，他们遍布在这些大地上。那很多的原住民文化有记载关于他们与自然间的这些神灵，完全就是因为姆大陆人留下来的，因为他们是姆大陆人的后裔，也就是台湾人其实就是姆大陆人的后裔。那
尤其是我们的原住民。我待会会一个一个说明有哪些后裔留在哪一个地方。那永杰刚刚提到的这个隆起一块大地，其实不是实质上的一块大地。我想要再次的说明，有这个大灾难，这个难其实它就是一些地壳的变动。为何要有地壳的变动？因为要让大家再一次唤起我们对自然的平衡与敬畏。我们与自然之间的关联是没有办法因为科技的进步跟开发而去被忘记的，密不可分的。对，我们与地与盖亚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所有的集体意识，也就是地球的意识，总体意识应该是平衡的状态，才会帮助我们科技与心灵共同开发。请大家不要忽视你爱土地的心，这里是他们真正想说明的，透过我的嘴巴说出来的。所以请大家不要忘记，多么的方便的世界，多么高度的开垦，都不要忘记你爱土地这块心，用它回馈它。用土地，你必须要回馈土地。请大家跟我们一起保持这个心，好吗？这个是很重要的讯息。他们完整的跟我说明有哪些后裔遗留在哪个地方。首先是日本，他马上给我看了是太阳神的后裔。太阳对日本来讲，对他们来说就是天皇，那完全符合嘛，就是他们的国旗，就是一颗大太阳。这边念日文不是我的第一语言，所以请大家见谅。是阿玛塔拉苏欧米卡米，是他们的这个天照大神。所以太阳对日本来说是一个精神的象征，因为他们是太阳神的后裔，他们是太阳与太阳高度连接的子民。好，那再来是这个澳洲，澳洲是这个月亮神、水源以及爬虫神、爬虫类的后裔。那在他们的文化里面，有一个神是这个彩虹蛇。彩虹蛇其实蛇是这样子的一个形象，那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河流。对，蛇虽然是爬虫类，但是水其实就是生命之源嘛。对，那这个蛇的形状，其实他们要讲的是这个水源，有水的时候跟太阳一起就会有这个彩虹，所以他们这个彩虹蛇其实就是在讲水源。那澳洲我刚刚连线的时候，过去他们在做祈福的时候，他们会透过流动的水源做祈福，有一处作为开端，但是水会流向大地遍地嘛，所以他们这个祝福就会跟着水源流向所有的地方。在上游吗？在上游啊，你在下游要怎么流？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你要举行一个祭典跟仪式，要祝福的话，就直接在上游。对，就直接在上游，然后让水去净化大地，这是一个超聪明的方式。对，我们应该要学起来。好，那我刚刚连接到的，他们有一个巨蜥的蛇，这个真的是巨蜥，就是巨蟒，实际上就大概是宽这样宽，那长度的话可能有2米之长，这样的蜥蜴，大概60公分宽吧。对，那在这边我查到的资讯叫做 Goanna， 那但我念它的时候，我呼喊它的名，它叫做 Ghana。Ghana 是对这个澳洲的土地来讲，它是一个母亲的存在，它是孕育生命的存在。那也是爬虫类的这个象征，就我刚刚讲的巨蜥神。所以澳洲有这个彩虹蛇，这边蛇是水源的意思。那他们有月亮神，那他们有巨蜥蛇，对不起，巨蜥神，这些都是他们敬畏的神灵。好，那接下来我看见了这个纽西兰是这个土地之神。对，纽西兰跟这个土地有很深的连接。这个毛利人他们有敬畏，叫做 Papa。Papa 是爸爸嘛？对 ，Papa Tuanuku。Papa 我们会觉得是爸爸，但其实不是，他们就是地球母亲的意思。对，那他们真的也有这样的文化。这边呢是我收讯之后呢，再跟这个真正的记载对比的，所以我收讯为主要的来源，对比是交叉对比。那当然高度的契合。接下来是夏威夷，夏威夷直接给我看了火山之神，它叫做 Pele。Pele 就是他们的火山之神。他们还有什么？他们还有鸟神。对，应该是叫做 Aunakua 这个鸟神。那这个鸟的意象
很清晰，它是有点像我们文化里面的火凤凰，对，它是跟火山也有很高度的关联。那当然，我们在台湾这块土地，我们爱的、我们敬畏的是山神，我们是山神的后裔。那当然，我们很常会开玩笑说，我们有这个中央山脉，对，它常常帮我们抵挡台风。对，那我在这边感谢所有的原住民，他们是母大陆人的后裔，他们敬畏山神，他们敬畏山，他们跟山还是处于这个高度的紧密的连接，那去守卫这块土地，所以我们也会有这个土地公，我们也会有盘古，我们敬畏土地，一直都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只要保持这个心，我们就不会过度的开垦跟浪费，我们才可以在中间保持平衡。山也会继续的爱我们，我们继续的爱山。这个文化，这个精神是不能被忘记的，不可磨灭的，重要。只有如此，我们才可以继续在这个土地上，土地爱我们，我们爱土地。那其实台湾的原住民，他们住在山上，山是一个很常变动的地方，台风啊什么的，台风、土石流等等。那台湾又在这个板块交界，所以地震什么的，照理来讲，他们是非常高度危险，但不，他们一直都受山的保卫。山跟他们就像是他们是一体的，他们是家人。就像我刚刚说的，原住民敬畏山神，山真正的爱他的子民，这让他们受到保护，让他们可以继续的待在山里面取得平衡。我们一定要继续的延续，让这个精神延续，不管你在山上还是在平地，我们共同的踏在一样的土地上。所以收完这个训之后，我开始高度的去忏悔我的不环保，我的不敬畏。我会开始由我的生命，我的生活做起。所有的资源看似是无限的，但我们必须要跟它取得平衡，它才会有源源不断的永续的留存。很小的方面，喝一杯饮料，你可以带自己的环保杯，随手关灯做环保，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当然去踩踏这块土地，跟它一起生活，让它的能量融入你的生活。所有从土地长出来的树，所有在这块土地上奔跑的动物，都是跟我们是一体的。不滥用、敬畏、感恩，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的。那在这个4月的时候，我跟永杰去了趟日本，是因为我们受到了这个召唤。这个召唤不是很难想象的，它就是一个直觉性的，必须要去踩踏这块土地。那这一次到日本，我的感受是，在这一块高度开发的国家，他们有很多的细腻，很多的设计，很多的以人为本的设计，都是非常高的频率。所有的商品，所有做出来的公共运输啊，或者是器具，包括他们建筑，其实都把人当作是一个主要的设计概念，怎么样利他的，这个能量其实是很高的。以我看来，这个能量有大概是590的能量，非常非常舒服的能量。所以当你们去使用这些设施的时候，你会觉得哇，非常的顺手，非常的棒的设计。我很认同。对，那同时之间，当我们去踩踏这块土地，可以感觉到土地正在震动，这个震动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感受，它是一个很躁动的频率，就很像你晃了一下这样。那常常出现这个频率，这个是他们土地正在大声的告诉我们，有能量要释放。这个能量释放是因为他们忘记要去敬畏以及取得平衡。虽然日本是一个环保的国家，但是他们没有在敬畏山上面做努力，他们没有像我们台湾有原住民去爱山，真的去把这些资源当作是他们自己的一部分。对，他们认为是分开的，人是人，土地是土地，忘记要融合这件事情，所以忘记了要与山连接啊。对，所以他们透过这一些讯息，让大家可以看见跟想象，或者是散播这些讯息，包括这个灾难预言。其实我要大家重新的看见这件事情，不是恐慌的，不是焦虑的。恐慌、焦虑、害怕都是一个低频的震动，我们应该要回来看见它背后的原因，取得
跟自然的平衡，取得你对山的敬畏，重新的再次看这件事情。所以所有即将前往日本，或者是你正居住在日本这块土地上的子民，请你们重新的与大地连接。如果每一个人都这么做，这个能量很快就会释放掉，这一些负面的频率不会造成任何的伤害，你们会达到一个平衡跟和谐，重新的去思考这块土地带给你什么，以及你跟它之间的关系，不是取用的这个取。如果单方面的取是没有办法获得任何的平衡，就跟我们上一集讲的业力一样，你只想拿的话，世界只会从你身上拿走东西。给予世界吧，给予土地吧，灌溉它，滋养它，爱它，它也会回馈爱丰盛，它会给你更多。好，这个影片来自母大陆的讯息，我在这里希望可以交给你们，因为它跟2025年的高度变动有很大的关联。母大陆的母星人正在以他们的方式唤起这块大地上的子民。那我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我可以很快速的连接他们，对我来讲是一个福气，因为可以透过我这个载体去叙述这样的资讯，让所有人可以知道，让你用不同的视角看见灾害跟灾难。我希望这个影片可以带来反思，让你们可以理解母大陆人想要带给我们的讯息。希望大家可以，我觉得有一个很棒很简单的练习，我们所有使用的家具，所有使用的电器，吃的食物，还有我们的宠物，甚至我们身体所有营养摄入的来源，全部都是从地球母亲上获得的。那我们从她身上获得，那我们也给予我们的爱，还有感谢。对，我觉得感谢就已经是一种给予了，抱持感谢的心，你就不会滥用。千万不要小看你内心的感谢还有祝福的力量，这是最大的力量。当你祝福跟感谢的时候，你就是在发光。那你发光，你就会照耀其他的人，还有这块大地。谢谢大家。如果你喜欢这一则影片的话，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那你有什么想要对大家分享的，也请在下面留言。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喽，拜拜。